上一期视频说到，我来到临夏的八坊13巷，这是一座大西北的古镇。古镇里的建筑基本上都被翻修过，已经失去了古镇的韵味，但还是保留了八坊13巷原来的布局。古镇里可以欣赏到大量的砖雕艺术，简直就是临夏传统艺术大观园。逛完八坊13巷，我还品尝了一顿当地的特色美食——手抓羊肉，让人回味无穷。第二天，我离开临夏，导航到下一个目的地甘南甘家秘境的八角城。临夏到甘南是一个海拔不断攀升的过程。当到达3000米海拔之后，出现了一片大草原。这里人口少，面积大，草原辽阔无际，眼前的景象有一种让人豁然开朗的感觉。进入甘家秘境参观八角城需要50元的门票，可以直接把车子开进古城里面。这一次郡古是来到了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，这里是八角城古遗址。这座古城为什么叫做八角城呢？那是因为从上空来看呢，它是有8个角，其实也是一个十字形的形状。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奇特的古城啊！这一座古城就是坐落在甘家大草原上面，所以这里周边呢遍地都是牛羊啊。这里的海拔大概是有2930米左右，所以这里的天气啊真的是非常的凉爽。在这个古城的周边呢，他们是修建有这种人行栈道，是环绕着这个古城一圈的。我在古城的周边看到有很多这样的石堆，这个石堆啊是藏族的玛尼堆。这个有什么含义呢？在藏语当中啊是叫做多崩，意思就是10万金石哦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座小型的金塔或者是佛塔。看一下下面的大草原，真的是非常漂亮。这个就是古城的南门哦，也是唯一可以供车辆出入的大门。这个南门呢，也是一个瓮城。瓮城在古代啊，也是非常有战略意义的。从地缘关系角度看，甘家秘境所在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区，自古以来便是处于东晋关中，西通卫藏，南达川康，北接青海的咽喉要津，所以这里注定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是历代中央政权与吐谷浑、吐蕃、西夏、斯罗王朝剧烈争夺的军事重镇。八角城遗址基本保存完整，因为有8个城角而得名。城廓是一个空心的十字形。八角城全长2200米，外城有护城河、护城壕，还有外廓，南门外另有外城。从建筑工艺上看，该城是唐以前所建，建筑形式上突破了方形格局，十分独特。我看到这个城墙上方啊是长了很多草啊，这说明这座古城啊已经是非常有历史的了，因为一般的夯土城墙啊是很难长出草来的。在村子的入口啊，还摆放着各种各样的农用具哦。刚刚在村子外面呢，还看到一片荒凉哦，但是一进入到这个村子里面呢，就是完全另外一番景象了。这个古城里面居住的大概有2/3的都是藏族的。我看到他们的房子啊都是蛮大的，看一下他们的围墙啊，有这么长就知道了。这里面的房子啊，其实也是藏族和汉族啊相结合的风格哦。你看他们的这个木门上面的木雕啊，其实也是汉族传进来的。这户人家的大门呢，就更加的豪华了。整个古城的占地面积呢，大概是有20万平方米左右，它的城墙周长大概是有2200米。古城虽不小，但城角之间的距离是在弓弩的有效射程之内，可互为照应，因而易守难攻。在八角城曾发掘出大量文物，如唐宋时期的金属货币、铜牛、方砖、条砖、简瓦、板瓦。另外，在八角城周围的平地、丘陵、台地上，无处不有古代弃耕的层层梯田，有的地方梯田一直修到山顶。昔日这里经济之发达，人烟之稠密，由此可见一斑。这是夏河县甘家乡八角城小学，这里有一座新盖的房子，用的也是钢筋水泥。村子里面的道路也是这种水泥路了。大哥你好。
好好好。好，呵呵，你们是藏族的还是汉族的？汉族的。藏族。哦，这位老爷爷是藏族的啊、哦。大哥，这里住的有多少户人家？大概？也总计96户。96户，是不是大多都是藏族的？50家是藏族。哦，有50户是藏族的。还没20家。哦，汉人20家，藏族的有50家左右。我看到这边有一座寺庙，不知道能不能够进入里面去看一看。我看到有一些老人呢在转这个寺庙啊，这个过程呢也是相当于是祈福。当地藏族同胞一致称八角城为雍仲卡尔，雍仲意为永恒，卡尔意为城，因此雍仲卡尔就是永恒之城的意思。八角城的称呼是源自汉族居民根据城垣形态命名的。看一下这墙壁上面一坨一坨的，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泥巴啊，走近一看呢，原来是牛粪。站在这上面呢，也许就是为了晒干。大哥你好。好。这里的人啊，他主要是靠什么为经济来源呢？靠牛羊啊。牛羊啊、哦。哎。这里遍地都是牛羊啊、哦。哎，就是。这里还有一家家乐福超市，真的是五脏俱全啊。这可是真正的原生态的城墙啊！你看上面呢，就是夯土还有石头。过这个门一定要快一点了，因为担心上面的石头啊会掉下来。这座古城里面的建筑啊，总体上给到我一种怎样的感觉呢？就是现代化和原生态相结合的一种形态。我看到有些房子，它原先呢也是这种白色的墙漆啊，但是后来呢也是被涂上了这个土黄色的墙漆，又或者是直接涂上了这种黄泥。你看墙壁呢都是这种土黄色，显得非常的朴素，而大门呢都是用了木头，而且上面呢有非常多的精美的木雕啊，显得非常的雍容华贵，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。我还发现他们这里的建筑啊，墙体都是略微有点向内倾斜啊，就是看起来啊有点像是一个梯形。之前我在云南香格里拉看到的藏族的房子啊，也是有着相同的特点。突然间刮起了大风，凉飕飕的。其实，在古城的北面呢，还有一个观景平台哦。但是看一下后面的天空，已经是乌云密布了。刚刚我还听到了雷声啊，所以呢就不再上去了，因为等一下呢可能要下雨了。逛完八角城，正当我要离开，突然有2位当地的小女孩走到我身边，也许是看到我手上拿着相机，就问我能不能帮他们拍张照片。我自然很乐意，但是这张照片又如何给到他们呢？因为我并没有随身带着打印机。这时我想起在车上还有2本儿童读物，这也是我在旅途中如果有拜访一些人家的话，就可以给人家小孩当做小礼物。这时这2本书刚好可以派上用场，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籍更加开阔他们的视野。好，这2本书就送给你们哦，希望你们认真学习，好不好？我看到古城这里周边呢有很多人在这里露营呢，所以我过来这边看一看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每个地方的水土环境不同，人文环境也就不同，人的性格、生活方式、思想观念也就随之而变化。由于这里地处偏远，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，闲暇时光他们会和家里人或者3、5个好友在草原上聚餐，一起欢歌载舞度过。离开八角城，我继续驾车前往位于八角城后面的白石崖。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，再加上从2000米海拔到3000米海拔后，走到白石崖的停车场，我已经感觉到有一点点头晕了，所以我并没有进入白石崖里面，而是借助无人机从空中俯瞰这一奇特景观。白石崖呈东西走向，长约15公里。从远处看，恰似白玉屏风横在半空，在蓝天白云下熠熠闪光，蔚为壮观。
看到这幅景象，不得不仰叹大自然的刚烈雄姿，又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柔美润泽。这里曲径通幽，容颜造型千姿百态，行人事物惟妙惟肖，玲珑可人。传说白石岩溶洞绵延百里，可通到青海循化县境内，是一处待开发的旅游胜地，对想要徒步探险的人来说是个绝好境地。再往后面呢，就是白石崖寺了。这座寺庙是坐落在甘家秘境当中啊。这个就是转经筒了，转经呢是要顺时针来转的。我在白石崖停车场休息片刻之后，就驾车离开这里，前往下一站拉卜楞寺。那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